李嘉诚正式宣布他要再次接管整个市场。现在所有在亚洲买房的人都是在跟李嘉诚做对赌，因为李嘉诚居然以7折贱卖了香港一个核心地段的新楼盘，同时呢，也把北京的楼盘拿出来以9折贱卖。李嘉诚是出了名不赚最后一个铜板，而全世界的人都告诉你，他这一次就好像真的要钱不要货，在最后的逃生门关上之前跑路走人，所以亚洲的房价将会疯狂的暴跌崩盘，买了房的人甚至要像08年一样去跳楼。但真相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的是核心地段吗？真的是贱卖吗？还是这只是一个普通人意淫多年的画面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各位住在亚洲的人腰板都要挺直了，因为接下来我讲的你能不能认真的听，并且听得懂，直接就决定了你未来10年是贫是富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从2020年到现在，全球都经历过疫情、战争、粮食短缺，让经济非常差的情况下呢，英国的房价3年内居然涨了20%左右，而且这还是没有算英镑升值的情况哦。那就在大家都去英国买房的时候，李嘉诚居然紧急变卖英国巨额的资产。最可怕的是，这件事情居然很少人知道。那问题就真的来了，李嘉诚他只是在香港所谓的贱卖了一个新楼盘，就被讲的好像把自己的身家财产贱卖了一样。这个楼盘只让他回笼了30亿港币左右，但他随便卖掉自己在英国配电的公司呢，就牵扯到1260亿，而这只是他在英国其中一个小资产而已啊。当年08年金融危机之后呢，让整个欧洲都爆发了欧债危机，很多欧洲国家像希腊一样都资不抵债了，包括当时还没有脱钩的英国，也几乎要宣布破产的时候呢，李嘉诚他居然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，反而弹药充足的，二话不说的趁你病要你命，直接抄底买下了半个英国。他现在的财富也直接翻了无数倍，然后就要抛售了。你现在看他呢，当年就是在抄底，对吧？但其实当年全世界的人看他就是一个傻子，笑他老了、懵了、不行了。而这种情况也出现了无数次。97年香港回归，加上金融风暴，当时所有的富豪都跑了，移民的移民，破产的破产，那个时候的房子才叫做贱卖啊。而当时的李嘉诚还没有做房地产，可他就好像从未来穿越回来一样，他知道了香港会比以前发展的更快，人口会变得更多，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疯狂的买地盖房子，把当年排名前5的地产商房子都买到了自己的手上。当时所有的人都笑他傻子，而现在呢，香港变成了全世界房价最贵的地方，他瞬间成为了全香港最有钱的人，把自己赚到的钱呢，拿去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内地做同样的事情，就是买地盖房和卖房，然后瞬间成为了亚洲首富。而当他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呢，他居然卖掉了内地和香港大部分的资产。当时香港和内地的房价依然在暴涨啊，他居然把钱都移去欧债危机的国家英国，大家又再一次笑他了，因为他瞬间从亚洲首富的位置退下来了。结果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了，多少人身家灰飞烟灭，而现在呢，他英国的资产却翻了无数倍，这个才是对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的真正解读啊。也就是说，各大媒体报道的只是他们想让你看到的画面，就是李嘉诚要推倒香港的房价，那大家都要跑去英国的时候，他真正在做的反而是卖掉英国巨额的资产，跑去越南这些东南亚国家抄底布局。而最恶心的是，他同时也有在抄底香港的资产，而这些呢，其实你上网随便一搜都能够找到的资料，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呢？真相就是，你所看到哪个地方的房价要崩盘了、要暴涨了，这些信息呢，都是资本家想让你看到的，目的呢，就是了解整个市场真实供需的情况，而无意得罪啊。其实大部分的媒体，他们其实只会报道一个事实，但他们很难去分辨一个真相的。跟娱乐圈的狗仔不同，因为知道市场真相和内幕的只有投资人和资本家。那么事实是很无聊的，如果没有人看就白写了，所以就必须要用很夸张和吸引人的标题去写。比如说我看到一篇文章说，李嘉诚为了回笼资金跑路，所以就贱卖了香港核心地段的房地产。
而大部分的人呢只会看标题，那么你就会觉得全世界房价最贵的地方香港，现在的房子也变得一文不值了。那你不知道的是，这个标题里面只有李嘉诚和香港这两个名词是真的，什么贱卖核心地段、回笼资金，甚至是跑路，都是障眼法。他们都没有访问过李嘉诚，但言论自由嘛，每个人都可以用他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。但一篇新闻稿可能整个行业都在用，所以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运用了这种标题去写文章，然后一些网红看到了，他们只需要跟着一起去唱淡这件事情就好了。很简单，这部影片其实我也可以跟着去唱淡房价的，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唱淡，我也跟着唱淡，那这就是最安全的做法。而且买不起房的人呢是大多数，他们的梦想就是买到房，而当你唱淡房市，就等于告诉他们离梦想越来越近了，这样才是吸引到流量的密码。但我就是讲不出来嘛。虽然你买房和卖房都跟我无关，对吧？我也没有收过任何建商和房地产商的钱，但有些投资人才看到了真相和角度，如果我不站出来讲，就没有人讲了。那如果连你都不帮我撑腰点赞的话，那就再也没有人帮我撑腰了。记着，这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、投资家、有钱人的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这些资讯，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。首先，我们要从李嘉诚的身上获得他能够看到未来的能力，也就是眼光。你会发现你越研究李嘉诚这个人呢，你就会越觉得他是未来穿越回来的人。很多人以为自己穷是因为你缺的是钱。那我问你，如果你现在穿越了，回到30年前，请问你会不会成为有钱人？老子不太聪明的人都能够成为亿万富翁，对吧？你可能会在周董出道之前就把他的歌拿出来卖了，你可能会在马云做阿里巴巴之前你就做起了电商平台了，甚至你可能会在台积电、腾讯和苹果的股票不值钱的时候大量的去买入，在香港、北京和台北房价最便宜的时候呢，去大量的去买房。当你已经知道做什么生意会发财，投资什么样的股票会暴涨的时候，你卖身也好，借钱也好，你一定有无数的方法把钱弄回来再去投资，对吧？那我们不可能有时光机穿越到过去嘛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未来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去用心去看李嘉诚贱卖香港新盘的真相啊！那大家先要知道，无论你是去买还是去租李嘉诚的房子，本来就是比其他的房子便宜很多的，这是公开的秘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用料、防水啊、隔音啊、格局啊都相对很一般，所以李嘉诚玩的一直都是便宜买、便宜卖。他很早就把地用很低的价格拍下来，然后就囤到现在才去卖。所以他跟其他香港的建商都不一样的，他的开价都会是相对低一点的。因为他不需要花很大的成本去建房、装修什么的，他能够卖得出去就可以了。那么他现在是真的贱卖新盘吗？我们去看一下他这新楼盘呢，最便宜的房子是290多万港币，就1177万台币左右嘛。多大呢？210尺，台湾的5.9平，很便宜吗？也不便宜。但是它附近能够看到海的房子都是卖17000到2万一尺的。而现在它的开价是13000到16000一尺，那么相对之下看似是非常的便宜，就打了个7折嘛。但是当你真正去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13000的房子只有几套，其他的基本上都是14000到15000的，290多万的笋盘呢也就只有一套，但想要买的呢有3万多人，而且还是要排着队去买的。那我人不在香港啊，我也是看网上的影片，这3万多的人都集在一个地方呢，求神拜佛，希望自己能够买得到，而结果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买不到，那怎么办呢？只能买其他啊。所以李嘉诚开价16000的房子都全部卖了出去。但问题就来了，我查了一下这新楼盘规划之后，我才发现有一点问题。第一，它附近呢有一个水泥厂，可想而知，这里面的噪音灰尘呢是非常大的，每天都有水泥搅拌车经过，有些户型窗外呢就是水泥厂的水泥仓。第二，这项目的所在地是香港的传统工业区，附近呢都是工业用地，有很多的仓库，周边还有很多基建在动工，预计呢很长的时间都是工地的状态。简单来说，你住起来就要委屈一点嘛，那一分钱一分货，所以才会这么便宜啊。
最可怕的不是这些，这个项目呢，头2个字叫做青海，就是靠海的意思嘛。而问题就来了，如果你这个海景房想要看到海的话，它前面是一个渔场，你瞬间就会闻到了鱼腥味和机油味。但好消息是，这个渔场将会拆掉，你再也不需要闻这些味道了。不过坏消息是，这将会改造成一个高层的住宅，也就是说，以后的5、6年，你住在这边的话，你就会面临对面是一个很大的工地，而以后呢，就是完全没有了海景。换句话来讲，13000到16000去买海景房的话是很便宜的，但如果没了海景呢，你去对标那些没有海景的房子，人家也是卖14000到16000之间啊。而且那些住高层的人本来景观好一点，开扬一点嘛，所以他们就贵一点的买回来。但最可怕的是，如果你住高层的，看远一点，你就会看到一座魔鬼山，在旁边的是什么东西呢？我就不多说了。也就是说，你住在海边，但你看不到海景，还要去承受海景房的那种潮湿嘛。而李嘉诚的这个举动却引来了全世界媒体的免费报道，把香港人的购买力都扎了出来。你想想啊，有3万人去抢着买这个新盘，也就代表了市场上最少还有3万人对买房是有需求的，并且他们是可以拿得出290万到1100多万港币来买房的。你看看他后面的动作就知道了嘛。他后面呢卖同一个楼盘的项目，只是期数不同的。它的开盘价呢是平均15900多，最贵的是18000多，就不给你打折了。他这一个举动呢，直接就知道了在经济这么衰退的香港，房价的底价是多少了，然后还有多少的需求。而为什么他敢这么做呢？李嘉诚之前卖200多亿的豪宅被取消交易了。在香港买房是这样的，你付了定金，然后取消交易，这个定金呢就会给到卖家，这笔交易呢，人家李嘉诚什么都不用做，就瞬间拿到了20多个亿。而这个所谓贱卖的新盘呢，牵扯到的也就是30亿，对于他来说无所谓的，对吧？他自己在去年呢，也用很低的价格跟香港政府买了几块地，那这怎么看都不是撤资，而是在抄底吧。我自己在21年、22年香港房价调整的时候，也买了2套房送给我的父母。我上个月也在深圳未来城那边买了1套，现在也在布局日本和越南的房子，等一下呢再去分享。我想说的是，普通人跟商人和投资人不同的地方，就是普通人永远待在一个地方，而你是香港人，那你就只能在香港打工做生意；你是台湾人，你就只能买台湾的房地产。而真正赚钱的人呢，就是天下熙熙，皆为利往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来。我们只看到的是利益，哪里有钱赚，我们就去哪里。以前第一批当歌手的、当艺人的，第一批买股票的、买房的、做电商的，都发财了，因为他们都垄断了市场。每一次发财的机会就是20年，20年一个大运，而2024年之后的20年走的是火运。一切跟光、影、虚、电有关的行业都会赚钱非常的快和容易，满足这个条件的就是自媒体。很简单 ，YouTube 上有25亿人，有1万人用$100买你的产品或者是服务，你就会一夜成为百万富翁。所以未来的趋势只会越来越多的人从观众变成 YouTuber， 越来越多的人从打工变成网络创业者。因为失败了也没有什么损失，万一成功了呢？财富和时间瞬间就自由了。所有的实体生意如果不搭配互联网引流的话，很不幸的告诉你，生意只会越来越难做。所有不从副业开始建立自己生意的人，未来错过了这个机会，你还会只是一个打工的。所以你现在有2个选择，第一呢，就是继续当观众，然后继续的给别人刷流量刷钱；第二，马上自己去摸索，然后遇到一个简单的困难就放弃了，又或者摸索出来流量的密码，但已经错过了赚钱最佳的时机，钱都被第一批挖金的人都赚走了。那今天我给到你第3个选择，就是去学习我50多万订阅的秘密。但这个不重要的，因为我们不是要赚广告费嘛，而是说我们去打造一个年赚7位数美金的自动赚钱品牌，让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都可以7天24小时躺着去赚钱，甚至可以完全的不露脸。而我把这些商业机密都在一个价值$300的培训营里面私底下传授给你。
好消息是，现在只要你订阅点赞，那1块钱都不用付，完全免费的点进去学习就好了。而坏消息是，我们马上要下架了，所以有兴趣的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报名吧。所以虽然说李嘉诚那个新盘我自己不太喜欢，但买了的人呢也不用害怕的，因为那边的交通还是很方便的。这金额呢也非常适合第一次投资买房的人，买了就买了。你看到后面，知道现在买房要怎么布局就好了。你只需要记着，所谓的未来呢，是整个世界大局的趋势，而所谓的眼光呢，不是用眼睛去看的，是用心去感受的。为什么？比如说，请问之前讲台湾房价会暴跌崩盘的人，叫人赶快去卖房的人，现在都去哪呢？现在都改风向了，居然教人家什么时机去买房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去 Google 搜索台湾的房价，现在的新闻都变了，说什么房地产正式进入买方市场，全世界的房价都在跌，凭什么台湾独步全球呢？所以真的不要害人了。几个月前叫人家卖房，现在又叫人家买房，听这种人一买一卖之下，你还剩下多少钱呢？经济危机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带风向的人。而当时超多的人来攻击我，但我还是顶住了压力，出了很多部教大家趁机砍价买房的影片。我声明我不是带方向，因为我暂时没有操控整个房价上升的能力，我只是分享给大家我们投资人看到的趋势，还有无论房价是涨是跌，我们都能够赚到钱的方法。不是只告诉你房价要跌了，吓唬你去卖楼，而是像我之前说的，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。我等一下后面会讲更多详细的布局，认真的听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靠眼镜去看趋势，我们看到的大部分资讯都是别人带风向，或者想要让我们看到的，包括我自己的信息呢，也不一定准确的。但是你要看哪一种信息是对你有用的。如果你只想要意淫的话，那就听那些连房都买不起的所谓专家讲话吧。而我是站在投资人的角度去讲的，对你有用，你直接拿走就好了。比如说李嘉诚讲过对我有用的话，就是他说过去那么多年，往往在股票市场、物业市场经济不好的时候呢，我们反而增加了投资。其中一个原因呢，是我们一直有做好准备，好的时候不会看得太好，坏的时候我们也不会看得太坏。而巴菲特讲过对我有用的话，就是别人恐惧我贪婪，别人贪婪我恐惧，而不是韭菜教你的别人恐惧我卖房，别人贪婪我买房。我之前告诉了大家，美联储升息，很多人都会害怕房贷断供的，然后就引发了08年一样的金融危机。我说过了，现在跟当年不一样，银行不是随便借钱给你的，他在借你钱之前呢，会评估经济衰退的时候你还不还得起。而且我在很早就说过，最重要的就是羊毛出自羊身上，房东月供的成本只会转嫁给租客。我忘了在哪一部影片讲了，但肯定在房地产的那个列表里面，有认真看的人呢，可以留言告诉我是哪一部。那重点是当时很多人也笑我啊，经济这么差，房子都没有人租了，怎么交房租啊？那我们看看这么长时间之后，我的预言准不准？你去 Google 搜索台湾的租金趋势，就会发现这已经破了1981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。你去搜索香港租金的趋势，也连升了几个月。我送给家人的那2套房子呢，也比原来的租金涨了10%，都是抢着去租的。其实不是我的预言准，我不预言什么的，我只是靠眼光去分析。很简单，升息的时候，大家的钱都不拿去买房了，因为连银行的那些最稳的理财产品也有4%到5%，甚至更多的利息。那大家的钱呢，都拿去存定期之类的，而且很多人被吓唬一下就去卖房了，那怎么办？只能租房啊。越来越多的人都不买房，反而租房，这代表什么？财富转移嘛。你本来有房的人都卖房了，而买不起房的人呢，在经济变差的情况下，租金还变贵了。这个时候吃香的喝辣的就是有种去买房的人，买了以后，对的，月供的成本提升了，但我把房子租出去，我租金的收入提升了，相比之下，我也不需要额外拿更多的钱还月供嘛。反而在这种人心惶惶的时候，房价很容易被砍下来。我以一个非常安全的价格买到大城市，而且是蛋黄区的房子，那怕什么？租房的人应该更怕租金涨上去才是吧？我说过了，我们投资人买了房以后，基本就不打算卖。经济好的时候呢，就抵押出去借更多的钱买房。
经济不好的时候呢，就拿去出租嘛。房子就是我们会生蛋的鸡，我永远很少把鸡卖了，除非这足够的肥，肥到快死了。就是有人出很高的价，这价钱不可能再有别人出，那我才卖的。所以你必须要看到趋势。本来毫不夸张的讲，过了20年，可能我们都住在元宇宙这虚拟的世界里面，大家在现实的世界可能也只需要一张床而已，代表着人类发展到最后呢，都是用意识在交流。而当今这个时代，最少20年嘛，都是自媒体创业的时代。基本上你现在成为第一批挖金的人，你以后就会像以前李嘉诚那些大地产商一样，去垄断整个市场，每20年才有一次新赚钱趋势的出现。那现在你是想再多等20年呢，还是已经确定自己就一定要做自媒体？只是说可能一般人都是新手，觉得自己没有经验，没有资源，没有人脉，也不知道怎么开始，怎么样去定位。所以解决的方法就是找到一个有结果的老师，跟他去学习。就好像郭靖找到洪七之前就是一个笨蛋，学会了洪七的降龙十八掌之后呢，才会成为一代宗师的。那么如果你今天非常确定要在 YouTube 上创业赚钱，而且你认可和相信我本人和我团队的结果能够帮助到你的话，那么你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机会跟我们连接。因为我决定开放一个价值$1000的1对1咨询给我的粉丝，只要你是我的粉丝，我们这个咨询暂时是完全不会收任何费用的，你只需要现在马上在影片描述上的第2条链接报名。因为我们专业的人手非常有限，名额也非常珍贵，所以你要非常的确定才过来找我，然后接下来就把带你创业的责任完全交给我们就好了。所以大家现在关注到的可能是李嘉诚9折卖北京的房子，但是你不知道的是，这块地他是01年的时候买的，现在所谓9折卖呢，也赚了50多倍。而且他已经10年没有参与过内地房地产买地了，但最近呢，他居然出现在广州，想要去拍一块地，虽然最后拍不上，但是这也代表了他也对抄底内地房价感到兴趣了。我去买深圳未来城那边的房子也是一样的，我买之前对深圳也是一无所知的，但我看到的是那边的房价是真的打了个5折，而且内地呢也开始不再讲房子是用来住而不是用来炒的。在人民币贬值还不断的降息，还放松买房的门槛之下呢，我就过去了看了2、3次就付钱了。我买房都这样，看就看几次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但其实我可能分析了几个月，我知道那个未来城5年后将会成为整个内地第2大的 CBD， 所以我就买了一套房子，也就是一张城市发展的门票。而为什么我会布局日本的资产呢？很简单，也是因为日本无底线的印钱，维持超低的利率。1年多前有教过大家怎么样在日本开公司买东京的房子，当时很多人骂我，日本已经失落了30年啊，你叫人去日本买房就是在害人。然后1年后的现在就涨了12%。1年多前我有教过大家怎么去做空日元，而日元跌到现在都还在跌，很多人就回来给我报喜说他们的财富直接翻倍了。而前段时间巴菲特也宣布去抄底日本的资产，我也做了影片详细的解释了，那这些你自己去重温吧。而重点是什么？为什么敢操作其他地区的资产呢？很简单，美国升息，他们在降息，等于他们的资产在贬值，而且还告诉你他们很愿意用很低的利率借钱给你去购买他们的资产，那何乐而不为呢？李嘉诚都快100岁了，为什么还去布局越南？他跟巴菲特不一样的是，这个人最喜欢买的是便宜的资产，等到这地区发展起来之后，资产升值了就卖出去。而巴菲特是买被低估的资产，就是你这个地方或者是公司还是有前途的，只是暂时因为市场的波动而被低估了。李嘉诚看中的就是越南有机会成为下一个中国。大家都知道 Samsung 集团呢是韩国最大的财团之一，他们都已经把很大一部分的手机产业链移到越南了，所以李嘉诚会盯上越南也不足为奇。毕竟当下的越南可是一块发展潜力巨大的地方，在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，越南的 GDP 增速呢已经超越了中国，引领了整个亚洲。然后全球经济衰退，后面几年它的 GDP 呢不降反而增加了。现在越南呢就好像10几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样子，对外贸易非常的繁荣，然后内需消费呢是非常强烈的。
他们的政府也大力的招商引资，最重要是他们的劳动力和土地的成本非常的便宜，它早就已经代替了中国，成为了新的世界工厂。很多世界级品牌都正在把代工厂迁往到越南啊。人家股票呢也是5年翻一番，10年翻5倍的，他们房价呢也突破了顶点，一直失控的暴涨。而李嘉诚也承诺将会在胡志明市引进高端房地产的项目，将会注入大量的资金到金融、房地产、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的领域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也在关注和布局越南的原因。大家可以到当地去旅游，看一下人家的发展。这几年疫情之后呢，你再过去，你就会发现那边已经换了一个面目。你以前看不起的地方，对这个地方爱答不理的，现在呢，人家却让你高攀不起了。如果你之后想要听我更多关于越南、内地、日本还有其他地方房地产的布局的话，可以留言告诉我。那么有什么问题呢，也可以问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、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接下来每周四8点30分，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